今天唠一个尺度大一点的话题。我这人脸皮薄啊，我那王八和刺猬他们脸皮不厚，本来不太想讲，但是又觉得生活当中肯定会有很多人遇到过，不如分享出来。这几天就很奇怪啊，接的蛮多的一个咨询的问题就是，如果发生婚前性行为，发现对方那方面不行，要不要结婚？哎呀，这个问题是有点难度啊。有一个姑娘给我打电话，反正是一通诉苦啊。她是去年相亲认识一个男士，人对她很好，家庭条件也没得挑。两人谈了半年呢，是顺利见了家长，上个月订了婚。这五一放假，两人就琢磨着得找点事干呢，就约着一起出去旅个游。晚上呢，也是第一次住在一起。本来想想这是一件很激动、很美好的事情啊，结果发现男友那方面不行，尝试过很多次都失败了，这心情瞬间也没有了。出去了5天，吵了4天，回来之后这姑娘就微信上跟他提了分手，然后拉黑删除了他的所有联系方式。女方父母知道之后也是坚决要退婚男士甚至是跪地去挽留女友，被女友父母一句话给怼了回来，不希望女儿以后守活寡。正好昨天还有一个类似的咨询，有一位男士跟我说自己跟女友谈恋爱2年，性生活次数也是非常少，主要原因是在女友身上。这个女友直接告诉男方自己性冷淡，而且喜欢这个柏拉图式的爱情，以后准备丁克。因为特别爱女友嘛，就没有跟女友提过过多的要求，觉得只要两人能够在一起，感情好，慢慢的以后都会有所改变的。可结婚之后的3年，两人的性生活基本是1年1次。女方对性生活是越来越抵触，男方说自己很痛苦，让他一度觉得想要放弃这段婚姻。他说因为性生活不和谐，毁了他对婚姻所有的幻想和美好，让他遭受别人的非议和耻笑，丧失了对人最基本的信任。他说自己很自卑，不敢再去爱了，现在浑身充满了负能量，对这个世界充满了敌意。你要问我性生活对婚姻的关系重不重要？通过数据和咨询的案例，我可以明确的告诉你，很重要。我给别人分析情感问题的时候，我都是站在客观事实的角度上去分析的。我今天为什么要拿出这个话题来讲，是因为很多人你在现在或者是未来基本上一定会遇到的，但是这又是一个难以开口的话题。我先拿几组数据来说话先看一下2021年中国婚姻生活状态报告里面，伤害亲密关系的主要原因，性生活不和谐排名第4。2019年呢，民政局公布了最新的离婚大数据，这一年共办理结婚登记的是947.1万，离婚登记的有415.4万，也就是说离结比高达了 43.8%。 中国的离婚率在那一年已经连续16年上涨，逐年攀升的离婚率的原因性生活不和谐竟然占到1半以上。有些人就会跟你抬杠拿父母那一辈的爱情去做比较，说那个时候面都没有见过，也没有什么感情基础两人就结婚了，也没见得到处说这个不和谐就要离婚的。过去和现在那是2个年代，过去的婚姻更多的是维持生计。我记得张爱玲说过一句话，结婚若是为了维持生计，那婚姻就是一场长期卖淫。你再看看现在的社会，为了讨生计而维持婚姻的真的没有那么多了。时代越近呢，大家都对性的需求越来越看重。当然如果你跟我说你需要的是柏拉图式的恋爱，觉得2个人精神上有共鸣就可以天长地久，那你们就当我放屁。我说的都是普通人的生活。我一直记得有一个女孩子跟我说虽然性不是恋爱的全部，但缺少性的恋爱总是觉得少了很多的乐趣。而且更加恐怖的是，我们才是20多岁的年龄，在这个年纪本来就应该是欲望最强的时候，但我们俩屈指可数的性生活次数，让我一眼看到了婚后长期的无性生活。现实生活当中也有很多的婚姻因为性生活不和谐而离婚。一段真正好的婚姻一定是和谐的夫妻生活，加上互相的宽容，加上彼此的搀扶。夫妻生活呢是婚姻的基本能力，也是夫妻的义务。遇到问题先不要冲动以分手为结局，先去解决沟通，互相理解和尊重彼此的想法，才会让一段婚姻能够长久和幸福的走下去。上个月给一位大姑娘和小伙子介绍相亲两人刚见面呢，互相感觉都还不错。小伙子觉着这姑娘很合眼缘姑娘也觉得小伙子是年收入很可观。于是两人见面之后就开始聊天，互相问候嘛。小伙子很是积极嘘寒问暖，这各种礼物红包一应俱全就差摘天上的星星了。女方呢倒也回应，但基本上男士找才回复，从来也不主动问候。就这态度哎呀，人家男士是绝对不影响的做舔狗的心一有空就去给姑娘当司机，一到周末吃喝玩乐加导游一条龙服务安排上。半个月之后这个男士的妈妈呢主动请这个姑娘吃饭，并送了一套化妆品价值2000左右，姑娘呢也收了。
之后这几天呀，男士依然对这个姑娘是嘘寒问暖，人姑娘呢也依然是有问才有回，不问不回的态度。慢慢的，男士啊就主动聊天呢越来越少，最后直接啊就不发信息了。这姑娘觉得很奇怪呀，就发信息问男士啊，怎么最近也不追她了，也不联系她了。男士过了好久啊才回信息说呀，我相亲认识了其他的姑娘，对不起啊，我觉得我们不合适。好，于是这姑娘是气势汹汹的跑我面前呀，把男士是从头到尾啊，那是祖宗18代啊都给问候了一遍。大意就是啊，男士是个渣男，正在追求她的时候又认识了别人，不负责任。我听的是云里雾里啊，给男士打个电话。男士说呢，他对女方啊一直都很热情，也很喜欢，家里人呢也很看好他，但是啊，他总是一副高高在上的感觉，不热情呢，也不积极的去处理关系，他觉得很累，慢慢的就不想联系了。男士以为啊不联系了就是断了关系，谁知啊姑娘又来问他，他才说了自己啊已经相亲了。挂了电话，我问这姑娘，你到底是喜不喜欢这个男士？她说感觉还行啊，谈不上喜欢，需要考察一段时间。既然你愿意认识，怎么就不积极一点呢？他说这谈恋爱啊，本来就是男人追女人，何况我也没有很喜欢他呀，我对他好不是显得我自己太廉价了吗？这观点真的听的是无法忍受啊！你搁相亲市场上装啥仙女下凡呢？相亲啊都是要双方积极表达这个交往诚意的，人家积极主动了那么长时间，甚至还安排长辈和你一起吃饭，给你那么贵的礼物，你表达过什么诚意呢？他说我都接受了呀，他和我聊天我也回复，他请我吃饭我也同意，哎，他送我东西呢我也收了呀，我这个也是积极回应了。听得我呀血压蹭蹭蹭的上到180呀，人家只是和你相亲，他不是你男朋友，没有义务得一生一世的追求你吧。你但凡在他请你吃饭的时候假装抢着买下单，或者回点小礼物，他回家之后问问他到家了没有，平常主动关心一下下，关系啊也不至于发展成这样。这也算是本事啊，人家那些啊装成卖茶女的抠脚大汉都比你有女人味啊。这姑娘听了也很委屈啊，说他凭什么和我相亲的时候又要认识别人啊？哎呀，听得我那是气不打一处来啊。这有些人啊毒鸡汤喝多了，这毒血攻心，拎不清现实了。你都进了相亲市场上了，还在做着呢四海之内皆我霸，都得宠着你的塑料公主梦呢。相亲都是有目的性的，忙的时候呢，一个女人呢能够见2到3个男的，这是常规操作。一个男的一天见2、3个女的呢，也是非常正常的。然后男女双方就开始在自己这几天见的这帮人里面啊互相挑选，今天我约你，明天我约他，后天他约我，这个就是相亲。相亲好几个都是渣男的话，那你太埋汰渣男了，啥时候门槛这么低了？相亲遇到合适的喜欢的就要主动积极去给些回应，给你发条信息好几天不带回的，死了吗？这活着呀就主动给回个信息，不合适就拒绝。网上霸道总裁的爽文看多了，一副只享受不付出的样子。别忘了啊，现实当中有一种东西叫做人情世故，就像你花钱送礼求人办事是一样，你收了礼，你总得帮我把事儿办成了吧？不能办啊，咱就甭收。成年人恋爱很难做到呀，付出不求回报的。最可怕的是呀，莫过于一个懂得人情世故的和一个不懂装懂的人谈恋爱，利用性别优势去消费另一方的。奉劝呀，这个不行，下一个更好，别被那么吊着。走。特别想讲一个现实问题啊，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不想结婚了？今儿啊，我就长话短说，我家王八和刺猬都嫌我是啰里吧嗦的啊，太老婆嘴了。上午呢，有一位男士家长来找对象，是个妈妈啊，他儿子32岁，未婚，在国企工作，年薪在8万左右。那家长呢是特别着急啊，说什么条件的都可以，我们家也不挑啊，离异带孩子我们也接受。接着呢，他就开始哭呀，哎呦，他这一哭呀，我那心都慌啊。他说儿子不想结婚了，一个人过挺好，这辈子也不打算结了。他特别着急，问我该怎么办。哎呀，你问我这治病得先治根儿啊。拿男人来说啊，给资本家们打工累了一个周，回家躺床上玩游戏看电视，一觉睡到大中午，喊上哥们儿那啤酒嘎啦卤个串儿，回家袜子一脱鞋一扔啊，想怎样就怎样。好了，相亲认识一个女朋友啊，那付出是人力财力去哄她，绞尽脑汁的去跟她聊天说话，情商不够啊，智商也费劲儿。好不容易挨到结婚了，车房彩礼、婚后生活开销以及未来家庭、孩子等等各种问题，裤兜比脸都干净，存款还不够还贷的。对方彩礼张口10万20万，人家要个保障啊！你看完了，最后两人分手。与其说不想结婚啊，不如说是想而不能。结婚所需要的负担压力太大了呀，大到让人一眼望去啊就自觉无力承受的地步。怎么办？那等着国家分房分车分对象吗？
既然没有什么好的办法，那就拖着蒙着眼睛装瞎子，我啥也看不见。除非天降马云于我面前告诉我磕一个头给我1万块钱，那上不封顶，那行了，我就可以发家致富了。不想结婚无非就是自己骗自己的理由，男人女人都这样，大家因为各种原因自我欺骗，最大化的拖延时间，活在当下嘛，快乐一天是一天，对吧？宁可窝在被窝里闻着脚臭味看我说段子，也不带出门相亲的。说白了，男人呢不想恋爱结婚多半是因为害怕女人要车要房要票子，再没事要个情绪价值，要哄要陪的。女人不想恋爱结婚多半是因为害怕男人赚不到钱，没有上进心，还把老娘当保姆用。有些人很聪明，会拿婚姻当砝码去换取财富和地位。在学历贬值、财富分化的今天父母的干预再加上这整个大环境都不太友好，确实可以让婚姻变成看起来极为昂贵的生意。对于男人而言呢，这桩生意的代价太大了，在没有家庭支撑的情况下很难达成。于是就觉得这生意不划算，老子不干了。对于女人而言呢，排除掉少部分的现实主义者，相当一部分女人追求的生活价值是无法在婚姻当中实现的。不是不想结婚，而是所追求的高品质婚姻所需要满足的条件太多了，欲望太多，得到太少，所以越来越多的不婚的人认为低质量的婚姻不如高质量的单身。你要问我到底需不需要结婚我记得张爱玲说过，结婚是为了维持生计，人生的每一步它都是不能少的。结婚可能有遗憾，但是不结婚绝对有遗憾。说得好，我实在太崇拜你。真的，我现在脑子嗡嗡的我就很搞不明白那些说被男人追到手越快越不容易被珍惜的女孩子们，我是连带池子里的王八刺猬一起佩服你，佩服的五体投地。有一位姑娘找我做情感咨询96年普通本科在私企做文员，2月份相亲认识了一位男士93年的硕士，做管理，有车有房，年收入几十个，不低吧。两人刚见面男士对她很是喜欢，这姑娘呢也挺满意，于是这个男士就开始追求这个女孩子，请她吃饭，陪她逛街，送礼物，车接车送，随叫随到。1个月之后呢，男士就发信息表白说自己喜欢她，希望两人能在一起。谁知人家姑娘说哎呀太快了再处一处。好，没关系，那咱就继续努力嘛。男士又追了1个月，昨晚开着车拿着鲜花呢，信心满满的去表白了，希望这个姑娘能做他女朋友，会好好爱她照顾她。结果被这姑娘是当场拒绝我们认识才2个月起码得追半年吧。男士就问她你喜不喜欢我？姑娘说感觉还行。接着男士就说我没有太多的时间去追你，你愿不愿意跟我在一起？好，姑娘一听你看你这态度连追我都没有耐心，怎么可能会对我好？好了，人男士呢二话不说把花就给扔地上，关上车门，开车就走了，给这姑娘给气得够呛给我打电话吐槽说这才2个月就确认关系了，那不就是骗我的渣男吗？我一听那你到底是喜不喜欢人家？他说喜欢，这是他遇到条件最好的一位了，但是他觉得这个女人太好追了，男人就会不珍惜。有句话说的叫做得不到的才是最好的。哎呀，听得我是无语又无奈我发现有些女孩子你真的是在异想天开当你把男追当做自己最大的筹码，你的价值定位就已经出了很大的问题。你男追他还去不停的追你，珍惜你，那是因为他别无选择。但凡他优秀一点，选择面更广你那么难追，他干嘛还要去追你呢？人家早就去追别人了吧。你不断的给追求者制造困难，只会愚蠢的过滤走那些优秀的男人，到最后只剩那些追求短则关系的渣男，以及选择面不宽的男人。那时候你又开始抱怨，哎呀，怎么追你的都是些条件差的呀？你要分清楚男人珍惜你不是因为你难追，而是你独特的吸引力与他沉淀的情感有不可替代性，他才会珍惜你高端的猎人往往都是以猎物的身份出现，那些真正优秀自信的女生要么很好追，要么根本就追不到。面对喜欢的男人，他们往往都会主动出击，主动去撩的。他们很自信自己有足够的魅力让对方来珍惜，也有足够的自信承受对方的不珍惜。好不好追只决定了一开始交往的关系。如果一个女生有自己的特长和独特的吸引力，那无论她好不好追，男人都会珍惜的。而一个女人呢，如果缺乏了这方面的硬实力，即便她一开始通过不好追这种方法获得了超越自身的吸引力，那这种吸引力也会在正式交往之后开始迅速减退，蜕变为平凡人。所以奉劝那些整天听毒鸡汤的姑娘们，多听听我讲的大白话，喜欢就主动一点，被动到最后都成了斗战胜佛了，是剩下的剩。
你说气不气人呢啊？有些人相亲呢，浑浑啊都整那幺蛾子。上周末呢，有一对相亲男女啊，约好中午11点钟去火锅店吃饭。那因为周末人比较多，怕订不上位置，所以就早点去。结果阴差阳错呀，这相亲姑娘看成了1点钟去吃饭，于是这男士就早点到了呀，在火锅店门口的这个休息区等着啊。不一会儿来了一个姑娘，坐下就问他：“你是相亲的吗？”哎，男士一听啊，说是的呀。抬头一看，哇，这姑娘可比照片好看太多了呀，那是满心欢喜啊，立马招呼这姑娘去店里面坐下点菜吃。大家想想啊，一看到自己的相亲对象，那是一位盘量调顺的大美女，那心情肯定是格外激动啊。哎呀，稀里哗啦的就给一顿点呢，好吃好喝的全给上了。整的人这姑娘也不好意思啊，这认识期间呢就把手机啊调成了静音。还有菜上齐了，俩人就开始啊吃饭聊天，全程呢聊生活聊的比较多啊，也没聊什么个人情况，所以就算聊着有什么不对的地方，他也没有多想。相亲过程啊，用男士的话说，那叫做如沐春风啊。两人是越聊越开心啊，甚至还约好了等会儿吃完饭就去公园逛逛街看看电影。嘿，正在聊得很开心的时候，男士电话响了，一看呢是相亲对象的电话，他还愣了一下啊，直接呢就问对面的女士啊，说你给我打电话了吗？人对面也很懵啊。男士就接起了电话，电话里面问他在哪，他进饭店了。然后男士就转向头啊，看向门外，一个姑娘呢也看到了他。那一瞬间啊，男士意识到啊认错人了。哎呦，当时现场刚干的哟，男士形容说呀，都差点想钻那个桌子缝底下去了。对面这个姑娘呢也是啊，问了这个男士，哎，你不是谁谁谁吧？男人说我不是呀。这下好了，相亲做错桌了。人赶来相亲这个姑娘一看着一桌子吃剩的饭，那都是憋屈啊，别说这气到哪了，就问这个男士什么意思，相亲还得带排号的呗。把男士尴尬的也是起身连连道歉啊。对面这姑娘也抓紧起来道歉，说自己弄错了。男士一看呀，对面这姑娘要走啊，立马追了过去，要了个微信。这一操作呀，把人来相亲这姑娘气的呀，脸色都特别不好看，要求男士啊重新再点一桌，说自己不吃别人剩饭。那男士也挺不好意思呀，就换了个桌。结果这姑娘生气嘛，就点了很多很多的菜。她性格呢偏向有点强势啊，就有点得理不饶人，那就不停的抱怨呀，自己是被挑剩的。男士也自知理亏，也没敢说太多啊，就主动岔开话题啊，做了个自我介绍。哎，这聊到学校的时候，男士说自己是985，谁知人姑娘却说呀，985算什么？我上一个相亲对象那都是硕博连读的。男士就问他呀，说你是哪个学校？这姑娘说完呀，他一查是个3本学校，顿时男士就觉得对他印象就很差了。这姑娘情商可能也不咋地啊，上来就一顿点评说呀，男士啊长得不合他的意，个子不高，长相丑等等。男士听了肯定也不愿意啊，这两个姑娘反差太大了。你说一个长得漂亮，性格又温柔，一个就是这个照片啊，性格还野蛮。于是呀，饭没吃几口就开始怼这个姑娘，说自己不适合当舔狗啊，不会哄她开心，两人不合适。这姑娘是越听越生气啊，说男士也不尊重她。男士呢起身就要走，说这顿饭 AA， 接着转给姑娘300块钱，然后删了好友。气的这个姑娘呀，跑过去啊，抓了他去要理论，凭什么到他吃饭就要 AA 了？男士解释说呀，这一桌菜呀，自己是一口没动，说这个姑娘太傲气了，不想跟她认识。于是呢，这个姑娘就给我打电话和我抱怨，哎呦，我这一坐车这一路啊都堵得慌，说这个男士啊明明做错了，怎么还成了他的不是？我呢跟男士沟通呀，哎，这个男士的意思啊也是说这个姑娘态度不好，也不礼貌，自己做错虽然是错了也道歉了，他还是一副不饶人的样子。最后两人是谁也不想联系谁了。给你们说个最后的结果，你们绝对想象不到。就那一天，这个姑娘不是点了一桌子菜嘛，怕浪费了饭，喊来了另一个相亲对象来吃饭，并且给买了单。我听完是着实佩服呀，哎呀，臣妾真的想不到啊。具体后面怎么发展我就不清楚了。有些人呢，千万别把相亲啊当成养狗场。成年人相亲啊，无非就想找个处得来的对象，安安生生的过日子，并非故意的事情，大家就要互相去理解。相亲只是见个面就整这么多的事儿，那谁还愿意相处下去呢？还不拉黑等着什么呢？说真的，相亲就像开盲盒，不打开之前，你很难确定啊里面到底装的是屎还是巧克力。国考这2天要出成绩了啊，那8字没一撇呢。这牛还没上天，有人就搁那吹呀，我以后得要嫁给当官的呀。昨晚呢，一对分手的情侣啊找我调解矛盾的，是调解分手的呀。哎呀，这年头啊，这种苦逼活啊，以后啊咱可不能接。这5年前呢，男士啊大专毕业做销售的，自己挺努力，一个月能挣到1万左右，这个钱已经不低了吧。当时呢谈了一个同校的女朋友，但是人家是本科啊，学的是设计，同年毕业，工作大环境啊不太友好，女朋友啊就在家里准备考研，男友呢就在外辛苦的搬砖呢，是一点点供养她，每月呢给她交着房租水电，额外再给3000元的生活费，还不定期的呀给她结算着花呗。这1年后啊，女友顺利的考上了研究生。
男友呢，因为疫情啊，这工作呀不好干，每个月呢也就2、3千的收入，但每个月依然会给女友打过去3千的生活费。去年的女友是硕士毕业啊，男士希望他能够找到一份工作安定下来，两个人呢可以早点结婚，被女友给直接拒绝，说要全力去考公务员。这男友心里可不放心啊，那供养你3年了，你还不得赶紧跟我结婚啊？这要是考上公务员，那万一把我踹了怎么办？于是啊，男友就提出啊可以考公，但是很希望两个人呢是先登记结婚。谁知这个提议啊，直接把女友给气着了啊，那就跟炸了毛的豪猪一样，说什么我也不同意。最后呢，两人又约定好可以考公，但是不管考不考得上呀，出了结果立马就登记结婚。双方都同意，于是男友又开始辛苦的搬砖，又供养了女友1年。就在前天的时候，这国考啊马上就要出成绩了嘛，女友提出分手，理由是两人性格不合。男友不接受啊，认为女友啊肯定是因为马上就要出成绩了，怕和自己结婚啊连累他，所以才分手。女方听了之后辩解说呀，已经都没有感情了，在一起也没有必要了。男友听完情绪很激动啊，说两个人这将近6年的感情怎么可能说没就没了，自己还等着结婚呢。就这样，两人的是你一言我一语啊，互相争执呀，把我夹在中间。最后女方和我说了实话，说自己的研究生同学们啊，不是找了博士啊，就是找了公务员，要么就是找了个留学的。男友现在这个条件确实不是一个阶层啊，家里人根本就不同意了，在一起呢只是互相耽误。听到这儿，说实话我也不太喜欢听了啊。我问这姑娘，男方供养你这5年多的时间啊，学费生活费你爹妈干嘛去了？她说他们都是农村的，家里穷没有钱。男方听到这儿就有些控制不住啊，说自己付出了这么多年，你怎么忍心跟我分手啊？这姑娘听完呢也是语不惊人死不休啊，说的好像你没跟我睡一样，便宜你也没少占吧。一语激起千层浪啊，两人又开始为这谁占谁便宜啊吵架。哎呀，这3观刷的我家那乌龟壳里都锃光瓦亮。吵到最后啊，这姑娘开始劝男士啊分手。两人本身就不在一个阶层了，结了婚也要离婚的。男方这边呢说什么也不甘心，觉得自己这几年付出的啊青春没有了，钱也没有了，这老婆也没有了。这时候女方说了一句话啊，真的又让我刷新了3观，我一直在努力进步，你呢？听到这儿咱也不能忍了呀。姑娘，我就不说包养这么恶心人的话了啊，我是真为你男友感到悲哀啊。你说好好一男友，干了爹的活，还没那个男友的待遇，也不知道图个什么呀。你说你也付出感情了，恕我直言，我看到的只有你在混一张短期饭票，而且还混的是理直气壮。假如你考上公务员，大概率你会觉得他配不上你，会一脚把他给踹掉，然后跑来相亲啊，就问媒人什么样的男人才能配得上你这种颜值在线的国家公务员吧。保佑啊，你这种人千万别考上，有你这样人品的公务员，那老百姓也是遭了罪了，看不上这儿看不上那儿的。最后调解，这男方同意分手，要求给这5年的生活费啊，都是有转账记录的，一共算下来有12万多，其他的还都没算。女方觉得这钱要太多了，说自己也付出了这么多年的感情，不应该算得这么清楚，说只愿意拿出2万分手。我一听啊，这都觉得不公平啊！你大白天做梦拿人家钱怎么这么不要脸啊？都要当公务员了，给自己留点脸，这要是闹到单位，你还怎么混啊？最后这女方呀同意签了一个10万的欠条啊，3年还清，这事啊才能结束。现在呀跟以前的爱情不太一样了。我那时候听我妈说呀，我就当年考上公务员的时候，第一时间跑回家。那个时候交通也不发达，需要坐摩托车啊，摩的啊，就倒好几个村子，找到我舅妈，抱住她，第一时间就告诉她呀，我要娶你，说她有能力给她幸福了。现在呢，上岸第一件呢，先把心上人给踹了。爱一个人呢，你就好好爱啊，别那么多的利用。我一般不跟人说心里话。最近买卖不好干，我这啥活都开始接了啊。昨晚一个大姑娘哭哭啼啼的跟我说自己很委屈啊，说男友要跟她分手。事儿啊是这么个事儿，上个月呢，两人因为生活琐碎的小事吵了架，这姑娘很难过呀，就去找男闺蜜诉苦去了。好嘛，人男闺蜜听完之后哪忍心呀？哎呀妈呀，那自己闺蜜难过呀，于是就请假带着这姑娘3月下扬州啊，玩了个3天3夜，说是去散心去了。期间呢，男友打电话是哄她，她怎么也不接电话呀，要么就说自己心情不好不想说话。就这样吵了1个周之后啊，两人呢也算和好了。和好之后啊，这个男友就特别爱做饭啊，这冰箱一打开，哗呲，里面全是青菜呀，生菜、韭菜、芹菜，那菠菜、油菜啊，他就感觉哎呀妈呀，这绿油油的一片不对劲儿啊。于是呢，他就偷偷的去看他女朋友的手机。好了，不看不知道啊，看到了和男闺蜜一起出去玩的合影照片，男友就很生气啊，质问两人什么关系。女友说啊，她是我的男闺蜜而已，因为心情不好呀，才去陪她出去散心了。那两人什么事都没有发生。
男友听了是怎么也不相信啊，说两人出去过了3天3夜，你让我怎么相信呢？女友呢也很委屈的说啊，两人只是为了省房费啊，才订了一个标准间，2张床各睡各的。于是这男友就特别生气的提出了分手，已经连续半个月啊都没联系这姑娘了。好了，人家姑娘今儿来找我了，天降大任于我也，让我帮她给男友解释清楚。哎呀妈呀，这活儿你找我，那你不是挨喷吗？我都不相信你男闺蜜啊，为了省钱开一间房。姑娘，你要是说酒店生意爆满啊，就这一间房了，我都能信你。咱呢也别解释里面有几张床了，少儿不宜啊，我就不多讲了。这姑娘呀说我误会她了，两人真的是纯友谊啊，是那种同床无感多年的知心好友。哎，我是真的不好意思打击她，你觉得你说这话有说服力吗？干嘛要去模糊男闺蜜的关系？男性朋友就是男性朋友，哪怕关系再好，都不会有任何的亲密称呼。男闺蜜是针对特定的人，很容易引发联想的。懂得瓜田李下的道理，这才是成熟之人该有的界限感。这姑娘一听着急跟我说呀，男闺蜜是有女朋友的人，让我相信他。哎呀，这关系给我整的复杂了啊！我都替你男闺蜜的女友叫屈啊！这姑娘到现在都没有整明白她男朋友分手的点到底在哪里。我是否相信男闺蜜这种模棱两可的男女关系呢？根本就不重要，理清界限感才是处理男女关系的核心要素，懂了吗？分手的点在于你们之间没有界限感。至于细不细这关系呢，就要看你男朋友了。不要总是用暧昧去证明你们之间的纯洁，就好比一男一女，你为了证明纯洁，互相脱光衣服，看着对方当做考验，这本质上还是把寻求刺激当做个性，并且误以为自己在追求神性。关系好不代表非要用男闺蜜这种称呼才能证明吧？如果还是执迷不悟，我只能说你真的很幼稚。这姑娘听完就开始怼我呀，说他们的关系很纯洁啊，说我在造谣生事。我也是无语了啊。总有一部分人在反对男闺蜜的言论中求认同，不认同就用不尊重偷换概念。你本来就已经获得了超越男女关系的精神享受，还要通过道德绑架要求别人去接受这种关系吗？幼稚。当然呢，女闺蜜也是同理啊，我呢也不信。所以呢，我也是很好奇啊，大家认为这男闺蜜这种关系存在吗？最后再给大家上一个教育片，当然这个教育片的寓意是啥，你们自己品啊。好多男人是一点都不会相亲啊！你看看咨询我那些问题，让我如何回答呀？有一位男士听说相亲要给见面礼，于是批发了10条金项链见一位送一位。4年过去，至今包里还有2条。问我都送了礼了，为什么人家不跟他处对象还有一位男士相亲认识了一个姑娘对方吊着他2年多了，和别人结了婚，就产生了报复心理，跟我沟通女方他娘呢也是单身怎样才能追到手？我痛不痛苦还有个男士条件很差，没车没房，为了撑面子租了一辆保时捷去相亲这女方呢特别热情看上保时捷了，现在面子下不来了，问我怎样快速才能得到一辆保时捷。妈呀，这个王八看了都得心疼我这么不会相亲的吗？今天我就给你们说说相亲的一些潜规则，这些你得懂。
这个相亲啊，一定是要从门当户对开始，势均力敌，互相吸引才是最好的爱情。阶级差距太大呀，两人之间的爱情啊，很容易被利用。女人相亲呢，一定要趁早啊，因为到了27岁，你就会发现身边啊，你能看上的人越来越少，而到了35岁，能看上你的人呢，也会越来越少。不要每次啊相完亲就去问对方态度啊，你有没有看上我呀？咋的还能立马爱上你吗？他的态度你是可以感受出来的，热脸贴上冷屁股，不难受吗？如果你看不到对方态度是啥样的，这事啊基本就黄了。女人单纯想靠年龄和美貌啊，不会长久。在某些男人的眼里啊，这只是一项不断贬值的资产，他们会认为最划算的投资方式啊是租赁。所以你要努力提升自己的经济价值。这相亲的时候啊，这个两人之间的关系啊，那是一步步升级来的。不要说一些越级的话，表现出越过你们现有关系的关心。哎呀妈呀！我见过一见面就拿花表白的啊，还有长篇大论说自己如何一见钟情的爱上了他。他傻还是你傻？另外，这聊天呢也要懂得去升级，能视频啊不语音，能语音呢不文字。这文字啊是最没有感情的。当你们无话可说的时候啊，这事啊它基本就凉了。不要认为呢你可以搞定一个高傲的人啊，高傲大多数摆给那些啊自己不喜欢的人看的，那自己喜欢的呀瞬间变成啊乖巧的小绵羊啊。闲的没事就可以审视一下你们之间的关系，如果你感觉自己有点舔狗的味道了啊，那就先冷落对方几天，再决定啊要不要去追。此时呢这段关系啊它已经变质了，追求的时候自己的位置摆得越低啊，他越没有机会，尽量维持啊平衡的原则。对方呢是在找另一半，而不是在找舔狗。男人随着年龄的增长啊，他择偶要求始终如一啊，就是年轻漂亮。女人随着年龄的增长，她的择偶要求是慢慢变化的。那最开始啊是长相啊，后面呢是会向情绪价值倾斜，最后呢是以经济价值为基础，然后追求啊品质和稳定的生活。谈恋爱呢才会讲究情绪价值，婚姻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利益结合。在追求的过程当中啊，先提高自己，增加自己的核心竞争力啊，远比把时间啊浪费在对方身上，哄他逗他开心更有用，更划算。咱们啊追不上就换一个，别当备胎，这备胎的命运可是很凄惨的。就算有那么几个幸运的备胎转正了，对方也只是啊没得选了，将就而已。在处理两性关系的时候，不要对爱情期待的抱有太高了，尤其是相亲啊，简陋的情况一般都是发生在校园，步入社会之后啊，基本不可能存在的。恋爱知识懂得太多呢，也只是帮助你能搞定啊阶层相差不大的对象。想要追求自己理想当中的那个人啊，还得提升啊自己内在的核心竞争力。相亲你要学会撩，而不是去追。追呢，则是小心翼翼的去照顾对方情绪，讨好他。撩呢，则表现为随心所欲啊，大概呢就是只对你一个人在一定程度上展示自己的高价值，从而达到吸引你的目的。以上内容呢，大家呢得谨记。我现在要去回答那些奇形怪状的问题了啊，有问题你可以给我留言试试啊，反正奇怪的我就笑笑，我就是不答。我给你们讲个特别逗的事情啊，男士呢是95年做跨境电商啊，这赶上好时候赚了一些钱，条件呢算是不错的，有车有房全款，还有一些存款啊。工作呢就是整天啊这个黑白倒班嘛，没时间啊没精力去找对象。我就给他介绍一个姑娘，我记得不是97年就是98年，这个姑娘当时是一个幼儿园老师嘛，刚见完面，男士对她很有好感的，请她吃了几次饭。这姑娘的态度吧是不拒绝也不接受，模棱两可的，就是男士找她吧她就出来，不找她她也不带联系的。两人认识了这么有1个多月啊，就有一次见面啊，这吃完饭看场电影嘛，黑灯瞎火啊，你想一想，男士就主动去拉这个姑娘的手，这姑娘一感觉到啊，就立马就把手给抽回来了。男士就觉得挺尴尬呀，心里就犯嘀咕，这是啥意思啊？送这姑娘回家的路上啊，这男士就问这个女方啊，愿不愿意和自己交往？这姑娘就说呀，我们毕竟刚认识还不熟悉啊，再了解看看吧。男士这个人啊，此生最痛恨被人吊着，可能被吊多了。他就觉得呀，大家都是相亲了，你说成就成，你别吊着我呀。但是又觉得自己是真喜欢这个姑娘呀，后面又约了几次她啊，她都出来了，态度还那样，不冷不热。为了加大诚意啊，他又送了这姑娘一条金项链。人家姑娘收了，收的时候很开心呀。男士想着，这收我礼物了，这算愿意当我女朋友了吧？晚上回去就给这姑娘呀，发了一篇自我很感动的小作文啊，那写了好久啊。大体意思就是认识你之后啊，就很喜欢你之类的等等话，你做我女朋友吧。这信息发出去之后啊，那女方一直没回复啊，男士气的呀，他要面子。我这是跟你表白啊，多少你得给个面回个话吧。
女方没回，哎，他也就不问，就这样一晃半年过去了。今天一大早6点多，这女方就发回来一篇小作文，大概的意思就是很开心认识你，这半年呀，我想清楚了，愿意和你在一起。男方一看呢，气得不轻啊，没带好气儿就说呀，我还以为你把我拉黑了呢。那姑娘就赶紧解释呀，最近一直在忙工作，这才忙完，所以赶紧和你联系了。男士是越看越气，心里就嘀咕啊，成年人了，你做点啥猜不出来吗？你不用想了一圈，觉得别人都不合适才来找我吗？他就问这姑娘找他什么事儿，这姑娘就回复说呀，当时啊看完这个男士的表白小作文啊，挺感动的，想答应，但是又觉得呀这立马答应了不好，想要矜持一点，再想看看这个男士后面的表现，结果男士就一直没搭理他呀，他自己面子薄呀，再加上工作也比较忙，也没发信息问。现在这不是终于有时间了，哎呀，男士看完这些话就气得肺都要炸了，直接就怼啊，你都矜持了半年了大姐啊，你才想着回复我，我都有女朋友了，你还是当我死了吧。说完这句话，这姑娘也很生气啊，就发了一堆啊，大体意思就是啊，才多久你就谈上恋爱了，幸亏当时没答应你，真要在一起啊，以后啊80%也得出轨。说完就给男方删了，男方信息没发出去啊，气的就把截图发给我，看完我能说啥？要不我也送你一台加阿姨吧。以前的矜持啊，那是真矜持，那个时候这一见面就特别的害羞啊，声音也温柔，步子都不敢迈大的。现在的矜持啊，就是我故意挽回你信息，欲擒故纵吊着你，让你得追我，给我提供一些情绪价值。结果没成想人男方不惯着，自个儿玩砸了。你去相亲，你要学会感恩的，你得想想，一个人凭什么每天都要对你早安晚安，闹钟都没有这么准时吧？汇报日常，分享自己的生活，去关心你还担心你，人这个不是成为的是什么呀？相亲啊，你要给够别人尊重，你才会有福报的。觉得对方条件好，人不错，那就相处看看，成就谈，不成就散，别权衡利弊，算计的太明显。你不想谈，还想让对方一直追着你舔着你，这事儿啊，你就太缺德了。你咋这么完蛋呢？